哈喽，各位骚棒！今天咱们要盘的这部剧，我的妈！看完之后，我的头快要裂开了，血压计直接原地爆炸。开局就是王炸，女主的婆婆出车祸挂了，而她那个金牌律师丈夫正在法庭上帮肇事司机做无罪辩护。你问为啥？因为那个肇事司机是他那比他大8岁的白月光。我直接好家伙，这信息量比我一晚上打 Apex 遇到的挂都多。故事一上来，咱男主陆战就给大伙儿秀了一手逆天操作。他一回家，看到女主江源抱着他妈的遗像，二话不说直接开喷，质问他是不是在咒他妈死。我当时就绷不住了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刚从哪个外网文片场穿越过来的？你亲妈已经变成经验宝宝了，你晓得不？更离谱的是，把你妈送上西天的快车司机，就是你身边这位柔弱不能自理的白月光姐姐，而你刚刚在法庭上帮她打赢了官司，让她无罪释放。这波操作堪称地狱级孝子，他真的，我哭死。说起这个白月光林小小，那也是个绝子，一看到男主发飙，立马就察言察语的跟上。哎呀，阿姨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诅咒她呢？这演技，强烈建议纳入绿茶专业必修教材。男主一听，得嘞，白月光都发话了，那必须得表现啊，上去哐一下就把亲妈的遗像给干碎了。看到这儿，我想现在你们大概知道了，男主这个金牌律师的头衔估计是充话费送的，一遇到白月光，智商直接被套上了一个永久性的降智 debuff。时间倒回车祸前，咱这位孝子陆战还信誓旦旦的跟老婆说，他妈是他这世界上最爱的人，生日礼物必须好好办，办不好就离婚。结果呢，他转头就陪着白月光逛金店，说要给白月光买首饰。而另一边，真正陪婆婆逛街，给婆婆挑礼物的，反而是咱女主。有一说一，这个婆婆是真不错，不仅对儿媳妇好，临死前还把房产证塞给女主，让她赶紧跟自己那个混账儿子离。我的妈，这才是人间清醒啊！接着，全剧最撼人的部分来了。婆婆车祸后急需50万做手术，女主哭着给陆战打电话。你猜他啷个说？他正陪着白月光处理碰瓷事件呢。这个白月光也是重量级，刚撞死人家妈，转头就跟男主撒谎说是一个老太婆碰瓷，还盘算着让陆战帮他还国外的赌债。你觉得我信吗？但咱这位金牌律师信了，不仅信了，还反过来把女主骂成是想骗钱给弟弟买房的伏地魔，然后果断挂了电话。女主在医院跪地求医生，路过的陌生人都看不下去，纷纷掏钱凑医药费，场面一度非常感人。然而，就在前凑齐的前1分钟，婆婆抢救无效走了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剧情比坐过山车还刺激。女主在悲痛中刷到了白月光的朋友圈，发现他穿的衣服和肇事司机一模一样。真相大白，女主直接黑化，准备开大复仇。然而，你以为这就够离谱了吗？不，高潮中的高潮还在后头。在婆婆的灵堂上，陆战的亲戚们对着女主疯狂输出，指责她没照顾好婆婆。女主忍无可忍，当场打电话给陆战的舅舅，让他来戳穿这个大孝子的真面目。电话打到陆战那儿，你猜怎么着？咱们的白月光又开始施法了，几句枕边风，就让陆战坚信这是女主联合舅舅设下的骗局。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陆战这个下头男，为了给白月光出气，竟然雇了一帮小混混去砸场子，砸的还是他亲妈的灵堂。小混混们到了现场，一边打砸一边高喊：陆大律师雇我们来的，让我们好好欣赏好戏。最后他们抢过女主怀里的骨灰盒，以为是女主那个碰瓷老娘的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哗啦一下给扬了。扬了，扬了！兄弟们，把逆天2个字打在弹幕上。他亲手派人扬了他亲妈的骨灰，这已经不是下头了，这是把头埋在马里亚纳海沟里了。最终法庭上，陆战还在那儿洋洋得意，为他的白月光做着金牌辩护。他对着女主叫嚣，又不是我妈，我要什么良心？还放狠话说，谁要是敢动他妈，他用牙都得咬死对方。这波致命空大，我愿称之为史诗级。就在法官即将宣判白月光无罪释放时，咱女主站了起来，说在官司结束前，要先教陆战孝义2字究竟是啷个写的。好家伙，正片终于要开始了吗？
我已经等不及要看这个下头男被当庭处刑的名场面了。